说起未解之谜，全国各地都有很多。那今天观之就给大家讲讲法国发生的几大未解之谜。这第一，史前的核反应堆。核反应堆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人类近几十年来才拥有的一项新技术。那不知大家知不知道，地球上竟然有一座20亿年前的反应堆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还要从法国的一家工厂说起。这在法国有一家工厂，他们使用从非洲加蓬共和国进口的奥克洛铀矿石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这批进口的铀矿石已被人利用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是因为铀矿石的一般含油量为 0.72%， 而奥克洛铀矿石的含油量却不足 0.3%， 这根本就不正常。而这一奇怪的现象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，他们来到加蓬奥克洛铀矿考察，结果他们震惊地发现，这里竟拥有一个古老的核反应堆。这个核反应堆它有6个区域，约莫500吨铀矿石组成，输出功率估计为100千瓦。而据专家们推测，这个核反应堆很可能已经存在20亿年。那么是谁将它制造出来的呢？史前文明还是外星人，或者说是天然形成的？这个没人知道。2. 法国睡美人。这在法国有一个叫做贝尔纳代特的睡美人，她出生在19世纪，是当地修道院的一名修女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在35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在1909年，天主教堂准备把她封为圣徒，于是就把她挖了出来。在开棺的那一刻，在场的众人看到了极为震惊的一幕：已经被下葬30年的贝尔纳代特，她的遗体居然依旧完好，就像活着的时候，全身的皮肤依旧充满了弹性。要知道，她在下葬前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特殊的防腐处理。那为什么贝尔纳代特能保持下葬前的样子呢？这个没人知道。当然，也有人猜测，贝尔纳代特的尸体死后造化，就是脂肪转化成了粘稠的物质，覆盖在身体表面，所以她的皮肤看起来光泽细腻。也有人说，贝尔纳代特的尸体和埃及的木乃伊原理相似，但猜测终归只是猜测。睡美人之谜到现在依旧没能解开。3. 法国凡塞尔宫。这件事发生在1901年8月，莫伯利和乔丹来到巴黎旅游，在游玩凡塞尔宫的时候，他们打算步行穿过花园进入小特里亚农宫，不料两人却在途中迷了路，他们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过的小道。当时莫伯利看见了一个妇女，她正在窗边挥舞着一条白色的小布巾，身上穿的衣服也很古怪，这让两人感到的事情有些不对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凡尔赛宫，根本不可能有人生活在这里。虽说疑惑，不过两人也没有在意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又碰到一个宫廷园丁，园丁告诉他们笔直往前走就能走出去。走着走着，乔丹看到了一所小别墅，门口站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，他们身着18世纪的服装，妇女正递水给女孩。走到这儿，两人就更疑惑了，因为他们发现路上遇到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穿着打扮、说话的方式都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心中也有些怕了，脚下也不由加快了速度。后来据他们回忆说，当时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不正常，让人感到恐惧。再后来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身披斗篷、戴着一顶大礼帽的男人，以及一个举止悠闲的男士。最后他们竟然看到了18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16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。在安托瓦内特王后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使他们不得不离开。随后莫伯利和乔丹进入了小特里亚农宫。进入小特里亚农宫后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切忽然又恢复了正常。这时他们才碰到一些其他旅行的人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莫伯利和乔丹又多次参观凡尔赛宫，但是再也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起初他俩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组织化妆聚会，但是查遍了当天所有凡尔赛宫的登记，都没有发现搞过此类活动。而经过调查，他们发现那天那个身披斗篷的男人就是沃德勒伊伯爵，他是王后的一个朋友。而直到至今，两人遭遇到的这一切依旧无法解释，也没人知道是真是假。4. 杀人的魔镜。这相传在法国有一面杀人的魔镜，自它被发现起已经杀死38人，只要长时间待在他面前，就会因为脑部大出血而死。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因此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测。他们认为这面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，而是一面能够吸收能量的镜子。他们认为这面镜子在几百年间吸收了无数的能量，并将它们聚集在自己体内。当有人在他面前时，镜子中的能量就会被人体所吸引，从而伤害到人。但这显然太过于玄幻了，根本就不可信。而比较科学的说法是，它的秘密不在镜面上，而是在镜框上。它镜框的材料是一种极罕见的树木库拉属，这种树木它含有一种剧毒物质，在接受强光照射后会大量释放有害气体，可导致吸入者在短时间内脑部血管爆裂，引发脑淤血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因为在怀恩解开这个谜团，准备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镜子竟然不翼而飞了。也因此一些人怀疑这是怀恩为了出名而设下的一个骗局。各种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吧。至于相不相
相信就要看大家怎么看了。5. 千年石棺之谜。这在法国的阿里旧尔特神村有一副奇怪的石棺，这本也没什么，但数年后的一天，一股清泉竟然从棺内向外流淌而出，而一流就是数年之久，就算是大旱之年也没断过。最让人惊疑的是，这个石棺完好无损，底部也没连接着泉眼，仿佛这水就是凭空生成的一般。没人知道这怎么回事。后来这件事越传越神，于是就有人猜测，他们认为泉水是渗透入棺的地下水、雨水以及空气中的湿气组合而成，这才造成了这种情况。于是为了破解这个未解之谜，他们请人用砖木将石棺架在了空中，又在四周裹以塑料薄膜，以防止它吸收水分，并且还亲自轮流守卫，以防止他人从碗管向内灌水。他们以为这样做会破解这个谜团，但40天过去了，石棺内的水依旧长流，它的秘密依旧没人能破解。或许有一天人们舍得将石棺打开，这个谜团才能破解吧。好了，我是探问官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